对印象派的追捧啊，是随着大众艺术的传播和大众美学的普及而形成的一股网络热潮。任何的展览只要包含有印象派，都必然要把印象派作为宣传的主打。比如浦东美术馆正在展的缔造现代来自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艺术瑰宝，在去年筹备期间，有一个看简笔画猜画家的小游戏，当时我没有拍下来，就自己画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这4幅画都是这次展览将要展出的印象派或者后印象派画家。你能猜出这4幅画分别是谁的作品吗？其实印象派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它的欣赏门槛是比较低的，人们即使不懂绘画，也能从色彩的变化、颜料的堆砌中获得强大的冲击力。印象派画家距离今天并不远，他们的很多传奇经历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并且印象派的题材比较日常，很少有宗教、历史，也不需要了解什么典故。但是这场展览叫做缔造现代，显然是要给现代艺术登场之前的艺术史的发展历程做一个梳理，并不单单只有印象派。看这场展览有助于我们对19世纪的艺术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在走进这场展览之前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这次展览的展品来源——巴黎奥赛博物馆。它原本是巴黎奥赛火车站，建于1898到1900年，曾经是世界上第一座城市电气化铁路车站。但1939年，就由于车站的站台太短，无法停靠更先进的列车而被废弃。1986年，法国政府正式把它改造成博物馆，以收藏1848到1914年间的法国艺术精品。火车站改造成博物馆，在当代人看来并不稀奇，但是任何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总是最了不起的。在这一点上，巴黎当之无愧世界艺术之都的称号。1848年对法国乃至全欧洲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意大利发生了反抗奥地利帝国统治的一系列革命，法国发生了2月革命，推翻了7月王朝的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建立了法兰西第2共和国。法国革命影响了奥地利帝国，迫使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退位，帝国赋予匈牙利和捷克等地一定的自治权。这一年年底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当上了法国总统，4年后他称帝，也就是拿破仑3世。在拿破仑3世统治期间，巴黎开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城市更新运动，让巴黎从一个中世纪的古城变身为近代化、工业化的新城。这深深影响了艺术思想的流变，尤其是对学院派的解构和反思，开启了艺术走向现代的路程。在2025年的暑期，上班族想要好好看一场展览有多难呢？这场展览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工作日的晚场，还约了一位上海油画雕塑院的老师一起看展。那天我提前溜出了办公室，从苏州打高铁到上海。本以为工作日晚间可能人不会多，正偷着乐的时候，一到了普美门口就要绝望了。在展厅里想要自由近距离观看都非常困难，更别说拍摄。因此我决定第2次看展一定要换个赛道，看早场。为了验证我这个赛道的正确性我特意没有选择在工作日翘一个上午的班去看，而是选择了周末早上9点，普美一开门就冲进去。而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相当英明的，即使是暑期周末的早上，也没有多少人。进展厅第一眼看到的是2幅非常经典的学院派作品，让莱昂热罗姆的《斗鸡》和卡巴内尔的《维纳斯的诞生》。斗鸡是古希腊流行的一种娱乐活动，它寄托了古希腊人对斗争精神和勇气的向往。这幅画的背景是希腊风格的大理石建筑构件，主角是2位身材完美的希腊少年，画面阳光明媚，人体比例协调，皮肤光滑，肌肉饱满，这些都是法国学院派所奉行的新古典主义审美，认为艺术作品必须符合标准化的审美规范，
人体要像是大理石雕塑一般。维纳斯的身体通透雪白，仿佛真的是从牛奶和蜜水的河流中生成，而非是血肉和骨骼。这就是学院派的审美规范。学院派的画面几乎看不见笔触的痕迹，浑然天成，就像这个从天而降的维纳斯一样。不过维纳斯的诞生这幅画并非完美无缺，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那就是维纳斯的身体和作为背景的海水似乎是完全分隔开的，好像海水是固态的，维纳斯就像躺在固态的平台上一般，两者之间的边界太过生硬了。如果做一些交错模糊的处理，让人体和海水更加融合一些，这幅画才堪称完美。更完美的作品在这里啊，这是埃内斯特·梅索尼埃的1814年的法国战役。这幅画描绘了拿破仑在冬季行军的场景。在画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对地面的处理，泥浆混合着白雪的效果，让人感觉仿佛真的身临其境。而马蹄和地面的结合部也非常自然，浑然一体。让·保罗·劳伦斯的罗贝尔二世被逐出教会，描绘的法国国王罗贝尔二世因为娶了他的表妹而被罗马教宗逐出天主教会的历史事件。画中的罗贝尔身着王袍，神情沮丧，和他的王后一起蜷缩在宝座上。旁边有一扇门，刚刚宣读完绝罚令的神职人员冷漠地离开。地面是被推倒的烛台，火已经熄灭啊，冒出一缕青烟。我们可以看到，这缕青烟如果不凑近了看，同样是感觉不到任何笔触的痕迹，非常生动逼真。画家对于颜料的掌控能力是炉火纯青的。这两幅画都是历史题材，画于1864年，可以看出学院派从画神话到画历史也经历了转变。当时正值拿破仑三世统治之下的法国实力鼎盛，拿破仑三世则希望在世界上留下一个开明君主，而非专制君王的形象。社会逐渐自由化，掌权者就更需要通过艺术家自发的创作，而非官方指定的宣传品，来向社会传达自己的声音。在这个背景下，讴歌法国优秀的历史传统更能得到官方艺术沙龙的认可。艺术家所需要的一方面是被认可，另一方面是赚钱。当时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发展壮大，越来越富有，其所拥有的财富远超曾经的封建旧贵族。这些新贵纷纷重金邀请画家为他们绘制肖像画。学院派画家受过良好的训练，很能抓住这些出资人的审美需求，而学院派的审美意趣也有助于他们在绘制肖像画的时候，把平民出身的资本家在画中的形象塑造成家族历史源远流长的封建贵族一般。但资产阶级毕竟不是封建贵族，他们会对学院派的规范式审美感到厌倦。1878年，亨利·方丹·拉图尔画的迪宝一家已经体现出了绘画的现实主义审美倾向，不再讲究人物的姿态和画面的背景，生活气息十足。由此也引出了学院派和其他流派长期的矛盾和纷争。首先跳出来的是现实主义，他们认为艺术应呈现真实的世界，而不是虚构的完美形象。既然艺术家具备还原真实场景的完美绘画技巧，为什么不用它来反映平民的世界呢？于是我们看到了巴比松画派，代表作是让·弗朗索瓦·米勒的《拾穗者》，很多人都临摹过这幅画，包括梵高和刘海粟。拾穗是指收割结束之后，农民进入麦田捡拾遗漏的麦穗，通常这是土地的主人赋予当时社会中贫困者的一种福利。但同时拾穗也是最辛苦的一种劳动。米勒他出身于农家，对农民生活有切身体验，因此在作品中流露出真诚的同情，给予画中人物以尊严感，而非是居高临下的怜悯。库尔贝是现实主义画家中的旗手，他主张画我所见，反对学院派的理想化和神话画，强调绘画要直接观察生活，拒绝虚构神话，要用真实的细节表现当代的社会。不过展出的这幅作品《受伤的男人》却与他的艺术观点不太相符，他用一个孤独的受伤者来表现自己，事实上他自己并没有受伤。这幅画也可以被归类于浪漫主义，
因为浪漫主义的艺术思想就是要把画家的情绪进行戏剧化夸张。自然主义是从现实主义延伸出来的画派。朱尔·巴斯蒂安·勒帕热的《甘草》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同时也融合了现实主义传统，注重人物和自然环境的结合。这幅画对草的塑造可以说是神乎其技，透过画布都可以闻到草香。与拾穗者类似，看画的人就像田间的另一位劳动者，与画中人平视。我们看展并不是说一定要去重点赏析著名的精品，自己喜欢什么就看什么。比如说这一幅亚历山大·法尔吉埃的摔跤手，这一幅画是现实主义的视角，但也还带有学院派审美的传统。这两位摔跤手使用了学院派的造型方法，线条、肌肉、比例近乎于完美。而画面的光线比较昏暗，看台上的观众有的悠闲观看，有的昏昏欲睡，有的睥睨斜视，似乎并没有太尊重两位摔跤手，这是社会阶层对立的体现。看画者呢，却似乎就在表演池中，而不是跟那些上流社会人一样在看台上俯视，表达出对摔跤手的一种人文关怀。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成名于路易波拿巴皇帝所举办的落选者沙龙，因为官方沙龙它的标准保守严苛，很多人不满自己的作品落选，呼吁要给失败者以机会。也许是为了证明官方沙龙的权威性，让人看看落选者的画究竟差在哪里。路易波拿巴皇帝举办了落选者沙龙，库尔贝、马奈、塞尚等人的作品都曾经在落选者沙龙中展出。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路易波拿巴皇帝自己也成了落选者，被迫退位流亡。他是同一个流派的。其实我们看他画于1872年的这一幅巴黎歌剧院的舞蹈排练厅，他的构图松散，并不聚焦，使用柔和自然光源，轮廓稍加模糊，体现出光与空气的质感，但背景仍然刻画出一定的细节，与我们所熟悉的印象派风格拉开了距离。德加的名作《在咖啡馆》，画中描写一男一女并肩坐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中，女性神情空洞疲倦，男性面无表情地望向窗外，画面显现出两人各自沉浸于自己的寂寞世界，虽然并排而坐，却深陷静默孤立。德加用这种布局表现都市生活下的情感疏离，画面构图模拟快照的效果，让观者仿佛坐在邻桌，局促的视角强化了旁观者的沉默感。在咖啡馆，通过冷峻的构图和沉重的情感表达，揭示了都市生活中的孤独和疲惫。下面就是开头看图猜画中的其中一幅，马奈的埃米尔·佐拉肖像。马奈也是从写实过渡到印象的一个关键人物，佐拉则是重要的艺术评论家、作家，也是马奈在艺术上的盟友。这幅画乍看之下很类似现实主义作品，佐拉的书桌非常杂乱，并没有刻意去设计的干净简洁。桌上那份蓝色小册子是佐拉发表为马奈辩护的文章，同时也可以当作是马奈在这幅画上的签名。女人和扇子是马奈1873年的作品，马奈在这幅画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大量裸露的笔触表现出一种慵懒的韵味。画中的女主角是一位巴黎的社交名媛，在马奈的笔下，不是社交场上的光鲜亮丽，而是私人空间中的神秘和忧郁。上啤酒的女招待描绘的是一家咖啡音乐厅，女招待端来啤酒的瞬间，画面中的女招待专注凝视着前方，而顾客正举杯观赏演出，他们互相之间呈现出空间和情绪上的轻微分离。德加和马奈之后大的就来了，莫奈终于登场。这里有很多莫奈的画，我挑最重点的讲。第一个是贝勒岛荒野海岸的岩石，这幅画画于1886年秋季莫奈前往贝勒岛的大西洋海岸作画，他被这里壮阔的海岸线和岩石景观深深震撼，并把这种震撼的印象传达到画布上。作品的结构明显，笔触有力，采用色块交错的方式模拟岩石表面的质感和海浪的动态。莫奈通过自然景观的狂野震撼，传达出艺术家面对自然的敬畏和激情。第二个是干草堆夏末，莫奈画了不止一幅干草堆这一幅画于1890年，画面的光色强调了季节感，
夏末的阳光偏白，草堆表面泛出干燥的暖橙色和金色调，受光面以金黄和橙粉为主，阴影部采用薰衣草紫、蓝灰等冷色互补，增强了立体感和温差感。这幅画的笔触短而断裂，并沿形体的方向铺排，看起来草堆结构既稳固又富于动感。这组作品的出现意味着绘画的主题已不再依赖于叙事，时间、光线、空气这些不再是辅助要素，它们也可以成为绘画本身。其他呢，还有希斯莱、毕沙罗等人的作品，我就不细说了。19世纪末的法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首先是工业和科技的发展，让人们不再执着于宏大的民族叙事和辉煌的历史传统。换句话说，人们不再需要通过强调我祖上阔过来增强自己的自信了。当然，一个人要自信，一个国家要自信，本来也不是靠喊口号就能自信起来的。所以当时的绘画题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更关注新科技下的日常生活。莫奈就画了很多巴黎的道路车站这样题材的画。第二是大众传媒的高度发达，让很多人参与了关于艺术的讨论，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和社会的平民阶层，这些大众的审美都倾向于简洁直接，对艺术作品中蕴含过多的思想性不太感冒，却喜闻乐见艺术作品带给他们的简单的感官冲击。第三是社会自由化、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尤其是1890年以后，共和派甚至是激进共和派这样的左翼政治力量在法国占据优势，也推动了艺术进一步转向自由奔放，教条越来越少，形式呢却越来越多样。即使在印象派当中有莫奈这样用画笔来描绘自己内心的印象的。读书的女孩，笔触松散轻快，制造了一种光影正在流动的感觉，面部的暖黄红润与背景或者衣服中的冷蓝绿色区域形成了互补对冲，赋予画面色彩韵律感，同时又对双唇施加了一些红润的细线，平衡了整体画面线条的粗犷和画中女孩的精致细腻。再看这幅年轻女孩们在钢琴前，这幅画有2个版本，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巴黎奥赛博物馆各有一幅，但是巴黎奥赛的这一幅普遍评价更高。画中的女孩姿态自然，整幅画色彩轻盈，笔触灵动，再加上边缘的模糊处理营造出了空气感。雷诺阿的画总是仿佛罩上了一层轻盈和甜美的滤镜。不要说出钱委托他作画的委托人就算是跟画家跟委托人都毫无关系的我们普通观众，都能从中 get 到愉快的情绪。他的画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 Instagram。 下面来到了塞尚。塞尚活跃的时期其实是比较早的，赶上了印象派全盛时期，但这个展厅里的塞尚的画都是1890年代以后，也就是塞尚创作生涯的后期。这个时期的绘画能看出明显不同于刚才所看到的诸位印象派画家，因为此时人们对于印象派绘画的形式已经有一些审美疲劳了，时代又在呼唤新的艺术，但人类的审美不可能再回归学院派，回归到写实主义那个时期了，新的艺术要从新的角度来创造。塞尚交出的答卷就是绘画更强调形式与结构，用大面积的色块，更趋向于抽象化。比如这一幅洋葱静物画，塞尚运用抬高视角的技巧，在同一个画面中展示多个视角，这是一种不统一视点的处理，所以塞尚被看成是立体主义的先驱。塞尚为自己的妻子奥尔唐斯绘制的肖像，仍然遵循着他自己一贯的艺术法则，把人脸简化为简洁的线条，以细密的笔触构筑较大的色块。这幅画中的妻子外表冷淡无表情，似乎昭示着塞尚和他妻子之间的复杂关系。到这里第一个楼层的展览也就看完了，我们将要去狠人第一时间冲上去的第2个楼层参观。本次展览最火爆的2幅画就要出现了，很多人买票来看展就是冲着这2幅画来的。但是作为一个专业艺术频道，我们显然不应该随大流，还是要按照顺序观赏每一幅值得细读的作品。19世纪20世纪初一批画家在印象派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他们强调结构、形式还有主观表达，并非单纯记录光与色的自然印象。高更和梵高就是其中的翘楚，他们被称为后印象派。后印象派呢，基本继承了印象派的颜色和笔触，但更注重通过笔触和色彩表达个体的内心感受和精神状态，突破了印象派只对客观印象的再现，具备了更强烈的冲击力，赋予了绘画更强的装饰性，也是契合了19、20世纪之交人们对艺术作品使用价值的追求，那就是用艺术作品作为空间的装饰。高更曾经远赴大溪地作画，这一次展出了一幅代表作《沙滩上的大溪地女人》。高更前往大溪地是为了逃离当时欧洲的物质主义寻找艺术的本源。在这里，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早期原始艺术，那就是使用明显的线条勾勒轮廓，再用颜色平涂，有点像小孩子画的水彩笔画，与常规的油画体积处理方法有很大的区别。高更的这一幅布列塔尼农妇是他从大溪地回到法国之后的作品，融合了他大溪地时期的绘画风格。这幅画在色块的摆布上具有很强的结构感，再加上色彩的冲击力，赋予了绘画很强的装饰性。转过来，我们看到一个颠倒的人物肖像，实际上这是一幅高更自画像的背面。高更也许想通过这两个肖像的颠倒关系来隐喻一些什么，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背面这个肖像的委托人没有给钱，高更为了节约画布，就拿现成的画布给他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在高更的自画像对面是梵高的自画像，在梵高和高更的自画像之间呢，是梵高画的阿尔勒的卧室。存世的梵高卧室有3幅奥赛的这一幅墙上挂的肖像似乎是梵高的自画像，也许就是旁边这一幅。从这里呢，也能看出绘画不再是挂在宗教和政治空间的宣传品，也不是挂在贵族和富商客厅中作为权力或者财富的象征，而是变成了普通人生活空间的装饰。被认为是杀死印象派的修拉出现了。修拉以点彩画著称，他的成名作是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但可惜这幅画并不藏于巴黎奥赛博物馆。从奥赛运来浦东展览的是画幅比较小的模特的背影。修拉采用了标志性的点彩技法，它是将纯色的细点点在画布上，互相之间并不混合，而是依靠观看者在眼睛中的错觉，把独立的色点视觉混合成完整的形象。为什么说乔治·修拉杀死了印象派呢？主要是因为他把印象派所表现的那种瞬间印象进行了解构，通过构建画面的错觉，让人们明白所谓印象并不一定是人对大自然的印象，只不过是看画的人对画的印象罢了。而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也就失去了原来所传达出来的那种自由感、流动感。绘画必须向着更加追求装饰性、形式美的方向走下去，因此现代艺术也呼之欲出了。最后部分是纳比派这里的绘画已经完全可以归为现代艺术的范畴了。在这里呢，我们不再有什么动力去分析解释任何一幅画了。这些画继承了刚才我们所解读过的各个时代各个派别的艺术的创新点，发展了全新的艺术。比如平面画，它是抛弃了透视深度，突出画面的二维性；又比如装饰性，借鉴了一些挂毯彩色玻璃这些装饰品的视觉语言，把画面当作装饰图。比如象征性和情感色彩，色彩它不一定要真实而是表达情绪和象征意义。又比如主观构成，就是构图线条色彩要根据画家的感受而非客观现实来安排。现代艺术是怎么被缔造出来的呢？艺术其实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密不可分，尤其是政治社会变革越慢，艺术发展也就越慢。每一次跨越发展都与政治的变化密不可分。19世纪的法国社会风雷激荡，1848年革命，拿破仑王朝复辟，1870年普法战争，第三共和国建立，不断地打破旧制度，建立新秩序，也为艺术发展提供了空间。政治越开放，艺术表达的张力就越强。在经济上，19世纪中叶以来，资产阶级崛起，
市民阶级对艺术审美的需求，艺术品不再只是为皇室教会服务，画廊啊、展览啊日益普及，报纸、画报还有这些展览文化的兴起啊，都呼唤着视觉冲击更强、形式更新的艺术形式，以便在大众中传播。从学院派到现实主义，再到印象派、后印象派、纳比派，最后到现代艺术，每一次跨越都是社会结构重塑的反应，不是画家闭门造车，而是时代和艺术之间的一种呼应。死气沉沉的时代啊，不会有艺术。